没有经历过风光，只受过冷落的人，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商业的残酷与精妙。他们只看到了成功者的光鲜亮丽，却未曾体会过在泥泞中挣扎的煎熬，不懂得那些被拒绝、被漠视、被排挤的时刻是如何在内心深处刻下坚韧的印记。商场如战场，其本质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，而是充满欺诈、背叛与利用的修罗场。没受过委屈，只听过奉承的人，永远当不了真正的大哥。因为大哥之位并非靠他人的吹捧得来，而是从一次次屈辱、一次次忍耐中浴血奋战杀出的一条血路。他们深知，当所有人都对你笑脸相迎时，那笑容背后隐藏的可能是最锋利的刀。世人常赞叹那些功成名就者的谋略与智慧，但他们内心真正认同和羡慕的，其实是这些光环背后所代表的金钱、权力和影响力。在这个逐利的时代，智慧只是获取财富的工具，而财富才是衡量成功的终极标尺。那些被冠以强人称号的，都是深谙人性的大师。他们行走在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，在道德与利益的刀尖上跳舞，在人性的幽微之处描绘出最真实的生存法则。他们知道，所有的规则都是人定的，也都可以被人打破。因此，真正的经营之道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商业范畴，而在于对人性的洞悉、对局势的掌控，以及对经营本身的超越。经营的功夫其实全在经营之外。谋略智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，是历经千年沉淀的精华。它不仅仅是纸面上的计谋策略，更是矛盾双方运用一切物质与精神力量，以达成预期目的的艺术。在这里，物质力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源，如资金、技术、人力，而精神力量则是那些无形的资产，如信誉、影响力、人心所向。谋略的精髓在于人，它是人类思想与意识的结晶，是解决问题、实现目标的高超手段。谋是针对眼前困境的对策，而略则是放眼未来的长远布局。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了一种为获取优势与利益而存在的积极思维模式。从周文王的《易经》八卦到姜太公的《太公兵法》，谋略智慧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顶峰。鬼谷子这位传说中的谋圣，更是将纵横之术推向了极致。他独特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案例，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。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，研究历史上的文韬武略，不仅能增长见识、启迪智慧，更能为我们提供应对挑战、把握机遇的有力武器。打破本分的枷锁。本分这个看似安稳的词，实则是一个人自我设定的牢笼，它束缚着我们的思维，限制了我们的行动。就像泪水和美貌，它们或许是女人的本分武器，但若只依赖这些，便永远无法成就大事业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满足于所谓的本分，他们懂得身体的一部分可以用来交易，而一个完整的生命则可以用来创造无限的价值。你的本分不应是社会强加给你的标签，而应是你内心深处所追求的理想。它应该与你的雄心壮志相匹配，成为你不断前行的动力。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冲破本分枷锁的典范。她没有被女子不能干政的传统所束缚，而是利用一切机会，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。面对老臣们的阻挠，她凭借超凡的智慧与手腕，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。礼记的一句陛下家事，不应问外人，看似识物，实则是洞悉了人性的权衡与利弊。武则天深知没有自己的心腹，便无法巩固地位，于是他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，对支持者重赏，对反对者严惩。元老们的嘴铁在皇权的淫威下不堪一击，任何牢骚和抱怨都成了自我暴露的把柄。武则天保持着沉默与警惕，而礼记们则甘当告密者，
从中渔利。他们看似在帮助武则天，实则是在为自己的野心铺路。这种配合并非基于忠诚，而是源于野心与野心的勾结，势力与势力的利用，以及势力向实力的投降与谄媚。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。武则天的欲望并未止步于皇后之位，她要称帝。于是曾经的配合者们再次登场，他们摇旗呐喊，策划谋反，为新主子扫清障碍。武则天是总设计师，而这些配合者则是她手中的棋子，是可以大规模复制的工具。看不到配合者内心真正的需求，你就永远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。但当你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时，你的实力库中便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忠诚。武则天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永远不愁没有蜜蜂来采蜜。经营之道的权谋韬略。鬼谷子，这位被后世尊为谋圣的纵横家始祖，其智慧早已超越了常人的想象。传说他通天彻地，无所不知。他精通数学，能洞察天机，擅长兵学，能布下鬼神不测的阵法，精于言学，能说服天下，甚至深谙出世之道，能修身养性，白日飞升。这些看似神话般的描述，恰恰印证了其思想的博大精深。一、顺势而为，持书为要。顺应规律，审时度势，是鬼谷子思想的核心。他认为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，正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逆时而行，即便一时强大，也终将衰败。相反，如果能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，即使目前势单力薄，也能以弱胜强，以少胜多。天地之间道是一体的，没有任何人事是永恒不变的。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墨守成规，不懂得革新，他终将被时代所淘汰。创新并非凭空而来，它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之上。只有彻底了解传统，才能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实现真正的因时立正，因时制宜，因人而异。二、阴阳百合，反思反取。阴阳百合是鬼谷子思想中最为精妙的部分。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两面，它们相互依存，相互转化。欲强反健，欲高反下，欲取反予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有时候，表面上看似对自己无益的事情，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。退避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形势，强弱之间可以互相转化。当身处逆境时，必须千方百计地涵养自己的精神力量，因为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扭转乾坤。三、守正出奇，治人行权。成功并非一蹴而就，它需要安、徐、正、静的沉淀。安是内心有定力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；徐是做事稳重，张弛有度；正是立身正直，处事公正；静是心无旁骛，保持澄明。这四点是成为一个强者的基础。鬼谷子强调道贵治人，不贵之于人。掌握了权力，就掌握了主动权；被他人所制，就失去了命运的掌控。握权者知权变，他们懂得灵活应变，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四、权衡轻重，利益驱动。鬼谷子认为，人与人之间最稳固的关系是利益。通过利益连结，让对方有利可图，才能确保关系长久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懂得权衡轻重，分清事情的优先次序，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。同时，也要学会灵活变通，根据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。学习老子的豁达通透是做人的境界，
而学习鬼谷子的权谋之术，则是处世的智慧。5. 见微知著，周密详权。成就一番事业，需要洞察幽微和做事周全。见微知著是通过细微的迹象预见未来的发展，察内之外是了解事物的本质，推断其外部表现。做重大决策时，必须反复思量，深思熟虑。周到体现在日常的点滴，而周密则贯穿于每一项任务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做到左右逢源，游刃有余。6. 善于不争，道术并行。在人际交往中，要学会识人，看清他人的真实目的，分清朋友与敌人。真正的影响力并非靠争夺获得，而是通过做好人、做好事，积累口碑与信誉。高明的人从不事必躬亲，而是知人善用，让每个人都乐意为自己所用。这便是无为中的无所不为。凡谋有道，量全天下。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权，而揣百姓之情。这是一个顶级谋略家的基本功。量权是对天下所有力量的全面分析，知晓强弱轻重；揣情是对大众情绪与社会实情的精准把握，洞悉隐匿的变化。任何成功的筹划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，从变生事到是生谋，再到谋生计，乃至最后的退生志，每一步都环环相扣。人人轻祸，勇士轻难，智者达数。这3种人有其固有的特点，不能简单的用金钱、恐吓或欺骗来对付。而愚者、不孝者、贪者则各有其弱点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利用。强者基于弱，为直者基于曲，一切强大的力量都是从弱小积累而来，一切直通的道路都是从弯曲中开辟。这便是大道运行的法则。计谋之用，公不如私，私不如节。计谋的运用，公开不如保密，保密不如形成牢不可破的圈子。守正出奇，以正道为基础，辅以出其不意的奇策，方能无往不胜。真正的智慧是用在众人所看不到的地方，在他人还未察觉时，你先行一步。既见可，所以自为；见不可，所以为人。当时机有利时，要为自己所用；当时机不利时，也要为他人所用。这便是天地之化，在高与深；圣人之道，在隐与匿的真谛。学习是利用他人智慧为自己谋利的捷径，它是一种最省力的劳动，能让你避免走弯路，实现杠杆借力。当你停止学习时，你的对手却在不断进步，你便等于拱手相让了成功的机会。懒得学习，就是消极为别人，积极害自己。想要成为一代豪杰，就必须读几本关键之书，并且要暗学密修，将知识内化于心。会学习的人能学以致用，将所学转化为行动；不学习的人则如同泥牛入水，一事无成。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。不要畏惧麻烦，要磨练出看懂世界、看清真相、看透人心的眼光。看得清是智，想得通是慧，做得好是谋。3者结合，才是真正的智谋。智谋的本质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征兆细节，从而防患于未然。做人做事要有大格局，不拘泥于眼前的一亩3分地。内圣外王，直面现实，不沉醉于虚幻，才能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成就真正不朽的功业。愿你我都能成为那个在风雨中砥砺前行，在权谋中洞悉人性，最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强者。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